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可能大家注意到了，我有2天没有更新了，因为我给自己放了2天假。前天，也就是2月1日那天，现在是2月3号啊，德国时间凌晨2点，我起来了。起来我稍微洗了一下，所以大家可能看见我有点半醒半睡的样子啊。2月1号那天呢，是这个月的开始，我就买了一张德国票，所谓的德国票，然后就坐上了德国的火车慢车，从我所在那个城市科隆，来到了现在德国南部，科隆在德国西部。科隆离我现在住这个地方呢，大概是350公里左右，花了7个小时。350公里7个小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刚才我说了是坐德国火车慢车，这个德国票是这样啊，它是大概是2020年左右，因为疫情嘛，当时新冠疫情，所以呢，有一位德国的政治人物有这样一个建议，就是呢，让大家多出去啊，多消费等等，所以当时呢，提出是1个月9欧元，然后呢，他的愿望实现了，1个月有效。然后在全德国境内可以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，比如说火车的慢车、地铁、轻轨、巴士，甚至呢，如果是公共交通工具的轮渡也可以。所以呢，特别受欢迎。后来呢，因为9欧元太便宜了，所以呢就一直涨价。去年涨到了49欧元1个月，今年涨到了58欧元。即使58欧元，我觉得还是相当合算的啊，所以呢，我就毫不犹豫我就买了。因为呢，它是1个月，比如说31天啊，或者这个月可能只有28天、29天，反正不限次数、不限方向，只要是在德国境内都可以坐。于是呢，我就从科隆到这个地方，中间到了3次火车。其实德国的慢车，如果是它开起来还是挺快的，我觉得时速应该有120到140、150左右。但是呢，有的路段因为它是比较弯啊，或者是在城市开出，所以呢，开出了那时间那几分钟、10分钟还是比较慢。然后呢，中间有节波，因为我要倒车，中间有的时候有10分钟、15分钟，甚至30分钟。这个换另一辆车，所以整个路程虽然350公里，但最后呢，平均可能时速50公里，加上那个换车的时间，那是没办法。因为我自己不是赶时间嘛，主要是便宜。然后来到之后，我看是2月1号那天早晨，我是6点多离开家，然后呢，差不多2点钟、1点半。我到达这个地方，真的花了7个小时左右。主打就是便宜嘛。我来主要是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我来难得已经有多少？好长时间没有来了，来这边看看亲戚朋友。另外一个呢，我在网上看见，在离我现在这个地方呢还有100公里。再往瑞士方向去的一个地方，还是在德国境内啊，有一只我很想买的一只手机，虽然是二手，但是没有用过，就拆开过。因为大家也知道，拆开也算二手了，是那个华为的折叠手机，这个包装 X5。我看了在 X5呢，在华为商城上面还有卖，最便宜还要11999。然后呢，我买的这个是512G 的，还要对，是11999。256的是10999，好像，反正相当于12000左右吧。12000呢，就是欧元大概就是1500欧元左右，1500多。然后它开价是1250。我知道肯定是这个价格他售不出去的，我就跟他讲价。后来我就后悔了，我觉得我的价还是开得太高了。我说1000一口价，他马上就同意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就又
今天是礼拜天，现在是凌晨了，就昨天礼拜天，我吃过早饭之后，慢悠悠的我就坐上火车，慢车去那个地方。火车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。其实我无所谓，因为我不赶时间，我主要是那个地方没去过，就是主打就是看风景吧。虽然现在是冬天，但是因为昨天的天气不错，所以一路我认为风景是特别的秀丽，我非常享受这1-2个小时外出的时间。后来到达那个地方之后，我还是稍微早了一点，我就步行到那地方，从火车站到他家大概还有2公里，然后呢，我就按照那谷歌的地图就这样，它的指引就这样走过去。到了那个地方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小城真的特别漂亮，真的特别漂亮。其实德国的那种农村小城市真的蛮漂亮的，这讲不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，我觉得很多意外比如说昨天我去取相机，取那个手机，就是个意外。不错人民币就7000多人民币，对吧？在华为商城还要1万多呢，而且它是只打开过包装，没有用过。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了对，那个卖家，他问我是哪个地方的人，我说中国人然后他就问我，用汉语问我，用普通话问我，他说你是中国哪里的？我说南方的，因为我是来拿这个华为这个折叠手机嘛，我就撒谎了，我说我就是深圳来的，你看我来你这里取手机，深圳生产的手机，然后呢我从深圳来，但是在德国买你的手机。他就感到很好笑，我们一直用那个普通话交流他说我在中国住过8年，然后我就问他在哪里他说在上海。他的普通话真的讲得很不错，我看他其实他的脸不太像德国人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哪里人？他说是土耳其人，但是他是没有口音的。后来我就跟他说德语嘛，因为他说土耳其人又是在德国的，我就跟他说德语，他的德语没有口音。我说你肯定是在德国出生的，他说是的，但是他的老婆是德国人，就是真正的德国人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其实土耳其人在德国相对来说，你们土耳其人的这个文化程度是很高的。他说是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在中国住了8年，那你在中国干嘛呢？他说是负责一家德国公司在中国采购的，然后他老婆呢也跟着他去了，他的女儿其实是在中国的时候怀孕，然后呢他要生产的时候返回德国来，然后呢生产之后呢又返回中国去，在中国上的幼儿园，但是读的是国际的幼儿园，国际学校，所以他的女儿也会说普通话，但是我没有见过他的女儿。他老婆呢我就见了一眼，因为他的老婆外出了，我要走的时候他刚回来，所以呢没跟他的老婆有交流。整个这个卖这个手机的过程我觉得是挺有趣的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卖家他竟然呢在中国住过8年，而且会普通话，所以呢全程无障碍交流，可以用普通话交流，也可以用德语交流。然后他为什么说只是打开过这个包装没有用过？开始我是将信将疑的，后来呢跟他交流之后，然后呢他说他其实一直用的是苹果手机，然后他整个家里面的这个生态都是苹果的，所以他说不想换了。然后呢这个手机他是从中国带回来的，是人家送给他的，我觉得可能是客户吧，因为他是采购嘛，对吧？所以呢带回来之后他问了他的老父亲想不想用，他老父亲说不想，因为他这个卖家大概是从面相看也就是40多50左右吧，
那么我推算他的老父亲也就是有70多80了，那这个老人可能用这样的手机对他来说太复杂了，所以不用。那不用，我估计呢，他也不想随便送给其他人吧，所以呢，后来就拿出来卖。一个是他的是苹果生态，另外呢，他的父亲没有用，所以我相信呢是没有用过的，而且他这所有的配件呢都是还是原装的啊，没有打开过，所以我就觉得哈，人民币7000多块钱买到一辆相当于99星这样的手机，我觉得它是挺合算的。而且我想今后我不用了，在德国也可以不亏本，又可以卖掉。其实啊，朋友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自从去年应该是9月份吧，也就是大概5个月之前，我看到华为3折手机之后，其实我特别想，那是我梦中的一款手机，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就要2万多块钱。然后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个手机即使我在中国买，比如说现在我看了，在网上大概2万块钱左右可以买到，但是这个手机带来德国，最好呢是老老实实在入关的时候申报。申报你们知道吗？在德国你申报还要交19%的那个相当于一个税，也就相当于2成了啊。原来本来在中国买，比如说2万块钱，那么2成的是4000，也就是24000能够进入德国。24000相当于3000多欧元了，这在德国是天价。不过这款手机啊，就是华为3折，是那个 XT 吧，它这个型号，在德国我觉得卖4000欧元到5000欧元应该是可以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带过来也不会亏本。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如果是玩一款手机，人民币2万多块钱对我来说太奢侈了，所以我就考虑了很久，我就想还是算了吧。等今后2代，肯定要出2代，2代的时候我想我可能会买，那我就先将就着用这个2折的吧。2折的怎么说呢？肯定是没有3折的过瘾啊，但是2折的，特别是在刷抖音的时候还是挺好的，所以呢，暂时我就用吧。而且这个是，叫什么鸿蒙系统？我为什么义无反顾我买它呢？因为我现在用的是已经很老的这个华为叫 Mate 20X，也就是华为屏幕最大的那款7.2英寸的那款，我一直在用啊。这款手机应该是2019年的吧，已经6年多了啊，6年。我一直在用，其实没有任何问题。唯一不足呢，就是它的相机没有防抖，所以拍片的时候呢，这个不是特别好，这是唯一的不足的地方。否则我不会换的啊。目前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也是从国内带过来的，它也是鸿蒙系统。鸿蒙系统它是没有谷歌的，对吧？没有谷歌框架，但是呢，有一个专门给到国外用的一个 APP， 你装了它之后，就是出国什么什么的那个软件，在华为的商城里面有，下载了之后呢，就可以从这个软件里面装所有在国外流行的那些软件，比如说什么谷歌Facebook、Insta 等等等等，然后 WhatsApp 也可以，还有德国的所有的银行的软件都可以。因为我这款的时候我装过了，完全没有问题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这个也是鸿蒙系统，我就买它了。买它之后呢，我今天花了差不多大半天的时间来装各种各样的软件，然后尝试，确实呢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朋友们，在德国的朋友们，或者在海外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从国内带华为手机到海外，如果是鸿蒙系统，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任何问题，只要你装那个叫什么
叫出国通还是什么？因为我装了之后，它那个汉字它的名字显示不出来，它就显示了出国必备这4个汉字，所以它真正的它的 APP 呢名反而看不见，这有点遗憾啊。装了它之后，真的你可以装任何谷歌的东西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不受限制，所以呢可以买，从国内带过来，鸿蒙系统绝对是可以装这个谷歌的东西的啊。还有，我这次呢，当时还是用这个手机的时候，这个华为7.2英寸那个，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了南美嘛，对吧？还去了那个加勒比。我在南美的时候，我当时没有当地的手机卡，然后呢，我出了机场，然后呢，我就打开了华为，还有一个天际通，你们知道吗？天际通就是华为专门的技术，出国用的，不用当地的手机卡，也不用国内的手机卡，但是可以上网。它是怎么实现的？因为我不是技术人员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可能是用什么 WiFi， 当地的 WiFi 什么吧。反正啊，我是花了20块钱一天，因为在南美比较贵，在德国好像现在10块钱一天也有。20块钱一天，然后呢，你购买通过微信啊，或者是支付宝都可以支付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手机会自动重启，重启之后呢，你就激活就可以了，很容易，然后马上就可以上网了，也可以用你的什么微信啊，都可以，所以非常方便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使用这个天际通啊，真的非常的方便。我特别佩服华为能够有这么牛的技术啊，以前我都不知道。是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说其实你在国外不用买那个当地那个国家的手机卡，你直接用天际通就可以了。而且即使20块钱，我觉得在国外能够解决这通讯问题不贵，对吧？因为我用它之后呢，我就可以打当地的车了。另外打车呢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中国还是挺牛逼的。比如说滴滴打车，在哥伦比亚有，在多米尼加也有，而且也非常方便，操作跟国内几乎大同小异。所以呢，这次出行啊，我就又学到了一些东西。一个是天际通的使用，另外一个呢是国外那个国际版的滴滴打车，也非常的方便，而且跟德国比起来，其实在国外打车算起来很便宜，很便宜。德国打车很贵，我就说去南美那边很便宜啊。这是我想说的，跟大家唠嗑一下我这2天，我的经历吧。其实，真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呢，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，根本真的意想不到。比如说这次刚才说了啊，我这次呢在德国买这2手的准新机，然后呢卖家刚好是一个在上海住过8年的德籍土耳其人，然后他的老婆是德国人，他老婆也学了1年中文，他的孩子也会中文，你看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卖中国的手机，确实，很有趣啊。目前为止，我真的特别满意对这款手机，希望呢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好的，这就是我这2天我的经历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可能没有什么养分啊，就是想跟大家唠嗑一下吧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因为现在是凌晨2点，所以我把嗓音放低了啊，以免影响我的朋友，因为我住在他家。